大家好，我是商业摄影师李华杰。学知识看表面和识本质，最终掌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万丈高楼从地起，地基越深，楼就建得越高。学摄影就要从原理原则出发，为将来成长为大师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集我们一起来学习相机的分类，识别不同种类的照相机。使用相机最重要的两个步骤是取景构图和记录影像，因此所有的相机均以这两个指标进行分类。第一种就是以取景方式进行分类。我们先来看这些相机，通过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透过镜头左上方的取景框进行取景，取景的视角和镜头的视角平行，因此称为平视。而取景框和镜头不是同一个轴心，所以称为旁轴。这类相机称为平视旁轴取景照相机，简称平视旁轴相机。这也意味着我们构图取景的范围和拍出来的照片略有偏差。在相机目镜的磨砂玻璃上，通常会有这样一个虚线框，来告知摄影师成像的大致范围会靠右下。目前一些文艺复古的相机，例如徕卡、富士，仍然有部分机型沿用这种类型。接下来我们看这种相机，它有两个镜头，上面的镜头用来取景，下面的镜头用来拍摄。它依靠上镜头内部的反光镜取景构图，因此称为双镜头反光镜取景照相机，简称双反相机。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的人是左右相反的。如果光线只通过镜头发生折射汇聚，那磨砂玻璃的影像是上下左右相反的。因为双反相机通过反光镜从上方取景，因此上下校正了，左右还是反的。摄影师要适应这种镜像拍摄。接下来我们最常用的单反相机就好理解了。单是指单镜头，反是指反光镜取景，全称单镜头反光镜取景照相机。由于相机上方还增加了50镜，光线通过多次校正，我们取景时才会看到上下左右都正常的影像。由于按下快门，反光镜抬起，容易发生相机抖动。这2年流行起微单，微是指机身微小，单是指单镜头。它取消了反光镜取景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电子元件把影像转化为数字信息，再播放进行实时取景拍摄，既减轻了相机的重量，又减少了相机的抖动因素。相机的第二种分类是根据底片的尺寸进行分类。胶片是通过在片基上铺一层银盐和动物的骨头粉末等化学物质，受到光线照射后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不同的厚薄，来记录影像。我们先来看135标准画幅的相机。135指底片的片基厚度为 0.135 毫米。既然发明相机要对各种参数添加数字标识，那么就必须制定一个标准。标准画幅指的是对角长度为35毫米，感光面积为36×24毫米的胶片尺寸，并以此作为其他参数的设定标准。我们再来看120中画幅相机。120指底片的片基厚度为 0.120 毫米，最常用的胶片感光面积为6×4.5厘米，因此也叫645相机。最后我们来看一下4×5大画幅座机。4×5是指胶片尺寸的感光面积为4×5英寸。底片尺寸大，所以相机体型也比较大，需要有一个底座连接相机，因此也称为大画幅座机。相机最初是使用胶片来记录影像的，因此以国际标准的胶片尺寸对各种参数命名。而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相机的属性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就一起来观察数码芯片的尺寸变化。全画幅数码相机是指数码芯片的大小达到
标准画幅胶片36×24毫米的尺寸，小于这个尺寸的大众消费级数码相机为半画幅或者我们说的残幅相机，大于这个尺寸的数码后背称为中画幅。最后了解一下卡片机和手机的数码芯片还不如一个指甲盖的大小。我们来看一下感光材料尺寸的大小对成像品质的影响。这个是什么字？这什么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火柴盒上写100个字和 A4 纸上写100个字，哪个更加清楚？明白了吧？越大的尺寸记录的东西当然越清楚，所以行业内才盛传底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不管是胶片还是数码芯片，尺寸越大，可记录影像信息的面积越广，图像的分辨率、清晰度、细节层次、色深、宽容度就越高，放大倍率也越高。图片画质对比，可以说它们不是一个物种。我们看数码芯片像素的高低对成像品质的影响，像素越高，分辨率越大，图像越清晰，细节层次、色彩还原也越好，获得的放大倍率也越高。只是它没有感光材料尺寸大小对品质的影响那么直观和明显。我们目前使用的电脑满屏的分辨率是1920×1080像素，人的视网膜只有500万视锥细胞，对应视觉所接触到范围内的相对面积最高像素为1200万像素点。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由于我们的眼睛分辨率不够，电脑的分辨率不够，在像素达到了右眼极限的数值以上，多出来的像素对图片的品质影响并不大，至少右眼和显示器看不出来。在实际拍摄经验中，1700万像素的中画幅数码后背比5000万像素的全画幅单反图片品质更高。所以高像素最直观的作用是能提供更大的放大倍率，提供图片在大尺寸印刷品、高精度灯箱片、户外巨型海报的用途。从多年拍摄经验中总结，我们认为在达到专业级要求的前提下，器材对图片画质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排位是：1. 镜头， 2. 画幅， 3. 像素。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学不会区分成人事变动。